特别冷的零下5度的天气已经过去了，也不下雨了。今天天气放晴，终于可以给这棵得了黑瘤病的李子树治病了。今天应该是最好的时机，可能也算是最后的时机了吧，因为这李子树这花芽已经是露白了，很快就要开花了，而且开花之后呢，也不能喷杀菌剂了。这棵李子树上得黑瘤病的枝还是挺多的，还说应该是在它的下方15厘米左右的地方给它截掉，像这棵可能我要从这个地方给它截，这样的话我得仔细看一看，是不是把这些枝都截掉之后，我的树别给截秃了。先从这种完全没有疑问剪掉也没关系的枝条下手，因为像这种它是有点背下，其实留着它开花，最后也不怎么结李子，或者结也是很少的。这个呢，我干脆就给它疏除掉了。突然发现剪枝工具忘了上电池了，我说怎么不管用呢？好了，开始下手，这棵给它从这儿截掉。像这种小不点儿呢，这种枝条我从这个地方给它截掉。这种黑瘤病还是挺严重的，如果不做手术治疗，不给它清理干净，然后再喷上药预防的话，每年都会有，而且越来越严重。我这前年其实还是一点点，当时是有点大意了，所以今年特别多，这次得给它彻底的清除干净了。而且像这种黑斑，这种黑瘤，等到春天花都开了之后，天气也暖和了，下2场雨，它这里边的孢子就会出来，然后扩散的哪儿都是。看这个分叉，这每一个枝都有，这个这边，所以基本上没法要了。下边也有，这儿也有，这我没别的好办法，从这儿剪吧。啊，终于剪下来了。还有这个小枝，这种就直接不要了。接着看，像这种高处的，这儿有一个，那儿有一个，这种干脆就直接干掉了。这个枝呢也不要它了，它是内生枝，所以其实剪掉也不可惜。感觉是利用治病的机会，刚好给这个李子树大瘦身呀。之前都是不太舍得狠剪。看接下来就是这2根，这2根其实算是2个主干了，但是因为长在中间，而且我这边这儿还有一个干，干脆也不要了吧。如果想再培养这个方向，再重新培养，从这儿齐根剪掉吧。来消一下毒，按照建议呢，最好的方式应该是每剪一个枝都消一次毒，不过那样有时觉得有点太麻烦了。好，接着是这个枝，从这儿剪，这儿还有一个小不点儿的，咱们从这儿剪，仔细找一找，别落下什么。这个是背下的，我也是齐根给它剪掉。然后是这个是背上，然后这儿有一个枝，这个肯定要剪掉的。然后这个也干脆，我看看，它是到这儿，如果给它剪掉10几的话，先从这儿剪吧。这可能到时候也是从根去掉算了。现在先留几个花，就是右边这个算是一个这一侧的主干了。要不要下狠心呢？剪掉，然后是它就齐根剪了。我去，这个枝这儿长了，这儿也长了，你看它泛滥的多快呀！从这儿剪掉，然后这个枝从这儿剪掉，这应该是去年剪掉的，然后边上这儿还有。这树都有点太粗了，可能得用手锯会好点。这个小枝这就没关系了，直接不要。看，其实这种小枝都是有重叠的，可以到时候再给它调一调。然后像刚才这种呢，虽然剪到这儿，但是我觉得
可能到时候找机会给它从这气根就去掉了，70%的酒精擦纸继续消毒。因为新剪出的伤口还是挺容易感染的，所以还是小心点吧。这消毒频率稍微的提高一点。接下来是几个主干了，这必须得下决心下狠心了。这一颗剪掉，就这样吧。看那边2个延长的主干，这也得剪掉。哎呀，不行啊，这颗这儿还有，这不能从这儿剪，这儿剪了之后这就没有主干了。先把上边的剪掉，然后向下15厘米，大概是这儿。这真是枝干都已经相当粗了，但是这太多了，没办法。你看上边的花芽还挺多的，这真是动了大手术了。这一颗从这儿开始向下15厘米，哎呀，多剪一些吧，这儿。这可能剪得不太好，待会儿得拿手锯重新锯一遍。就先到这种程度吧，这次剪的是有点太狠了。手术治疗也没什么别的办法。然后像刚才这种想保留的枝干，像这种我拿刮刀给它刮干净，然后再涂一些涂干剂。再有就是这边刚才看到的主干也是一样，这个地儿也是拿刮刀给它彻底的刮干净。地下剪下来的这种枝条呢，有病菌的部分我再给它截一下，这样的话像这段我就直接装到垃圾袋里边，到时候当垃圾扔掉了。其他的部分呢，留在我这烧火的那个桶里边，到时候当树枝给它烧掉。消完毒了，晾一会儿。到我工具包里边翻一翻，能不能找到我的刮刀啊？哎呀，终于找到了，这是给果树做嫁接的那个刀。等会儿给它消下毒，然后看看把这黑皮给它都刮掉，刮到木质部。刚才我拿刮刀给这棵树刮骨疗毒，看现在上面是刮掉的痕迹，这刮掉的部分里边也还是这种黑褐色，所以感觉这病菌已经是渗入到骨髓里边了。所以我在想，即使刮掉了呢，也没什么意义了，里边还是有。你再刮更深，这整个这枝干都没了，没有意义。所以我还是决定从这儿给它截掉吧。看这上边多好的花苞啊，那棵枝上全都是。哎，算了。为了治病嘛，这太粗了，得拿锯子锯。哎，好了，一会儿拿涂干剂把这些地方都给它涂抹上。这锯子感觉消毒更难，因为有锯齿。再仔细的检查检查，好像是没有了，应该没有了。其实从远处看，这整个剪枝也还好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刚才那个主干被锯掉了。这在北侧的，否则的话这边看这1、2、3、4，这还都有，然后就是那边缺了一个，看看哪个枝干回头能培养起来，再往那边扩展吧。其实像这一个这在中间的，有可能将来都给它去掉，因为它跟这个枝是有点重合的，因为这个枝的角度会开心的角度会大一些，这个有点太靠中间了。剩下的枝估计还好，这样的话它们有更多的营养，这还能开花结果。只要病治好了，没有病了，结果应该就没问题了。当然还得过下一关倒春寒，再被冻死那也是没希望。这锯子感觉光拿这酒精纸擦不行，回头还得给拿酒精喷喷，这样的话锯齿里边也能有酒精消毒。我还得再看看去年前年种的这种小李子树上面会不会也有问题。这些倒是还好，看起来没事儿。治好了李子树呢，下一步可能就要处理苹果树
还有山楂树这种锈病，因为我这院子里全是松树、柏树嘛，这容易传染这种真菌。桃树还好，桃树前几年很久以前有缩叶病，但是这几年完全没有了，因为我都会喷石榴合剂，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在休眠期喷一些酮剂，都还是非常有效的。看这桃树的芽苞，这种双花芽越来越大了，去年这个时候都已经开花了，满树的粉红的花了，今年还是冷，芽苞还是这种状态。不过这也好啊，现在还是能喷药的时候。杏树可能是这几天天气实在是太冷了，你看这上次看的这种花苞还是这个状态，不知道芯儿是不是被冻死了，但是还是没开放，大小也差不多，看后面2天暖和了会不会开吧。如果不开了就是被冻死了。看远处的太阳。我刚才发现这棵小李子树也是个大问题啊！这当时留的3主干，你看这个分叉，这都是黑瘤病。然后这个分叉，这感觉是黑瘤病，像是好了的样子，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好彻底啊。这个枝肯定是有问题。哎呀，我干脆重新整理一下吧。这个枝当时也是这3主干留的太低了，而且留的太早了，这干脆我把它去掉，它也去掉，然后这个干扶正，这还能有机会扶正，把它当成主干重新培养，感觉可行。说干就干，争取一次把它手术都做完。来吧。感觉这次下手真是太狠了。再看看李子树这密密麻麻的花芽，多漂亮啊！用不了几天就开了。小马又过来陪我了，我其实活已经干得差不多了。看这些大的剪口都用涂干剂给涂上了，把它密封住，省得再有真菌感染。其实这棵树大大小小我能涂的都给涂了，这些也是现在都要干了。以前我用的是喷的，这次用的是刷子，是这种 Pruning Sealer， 这种我感觉更好用一些，因为这刷子刷到上边更结实，然后刷多刷少，刷到哪儿也更灵活。这个只要拧开刷一刷就行了，然后再给它合上。这种李子树旁边小的时候给他们支撑用的 T-post 也被我都拔出来了，长这么大其实已经没有用了。剩下的呢就是这些树枝，我都给它分类归堆了，等下就把它全都抱到焚烧桶那个地方，等到有时间的话就在桶里一点点把它们都烧成草木灰了。这是垃圾袋，垃圾袋里边全是有黑瘤病的这种，看全是这些我就把它放到这塑料袋里，然后给它密封，就随着垃圾一起给丢掉了，这些也不能留在院子里。刚才又把小树这种冬天防寒的东西给它拆下来了，这是那棵大九宝小桃树，看长得还不错，这芽苞也都出来了，然后下边的麦秆也是给它从根部扒开了，下边这还是挺湿的，如果一直盖着的话容易烂根，这些地方容易烂掉，所以给它扒开晾一晾，干了就好了。这种小的呢我可能回头还得稍微的给它剪一剪，这下边小的分叉太多了。 Maxim 小马又跑了。这边是之前剪的其他果树的枝，这是苹果，那边是桃和杏，反正一块统一都把它收走，这样的话整个果园就干净了，地上也没有残留的东西，然后就准备喷药了。今天可能是稍微有点晚了，不行的话我明天再说吧。现在有点着急，因为怕这些花芽膨得太大了，就不适合初期的那些药了。小马回来了 Maxim
我其实把喷药的桶和药都已经准备出来了，但是还是有些收尾工作先做吧，打算喷这种花钱的。这就是刚露芽、刚露花的白的花蕾，在开放之前，这两个只是不同的牌子，是一样的。这就是百君青、紫树、桃树和杏树这种硬核类的，我就花钱全都喷百君青了，这样的话能避免它各种真菌的感染。然后等花后呢，我再喷 Captain。以前是一直受有机种菜影响，有着一种执念，就是种果树也要纯有机的。但是通过这些年的经验发现，还是不行，尤其是这空气潮湿的地方，用这种有机防真菌的方式很难防住，基本上不行。所以我想在花前花后还是用这种有效的杀菌剂吧，等到做果之后再争取做到纯有机。即便是这样，我觉得像山楂还有苹果这种也不太可能长得很好，因为的锈病实在是太严重。因为院子里和周围松柏都挺多的，它们上面会携带菌类，然后这些菌类在上面过冬，春天的时候就都出来，正好感染着苹果呀、山楂什么的。这后院种点果树呢，确实是不容易，受到各种的天灾呀、虫害呀、病菌的侵害，每个都不省心。最后能到秋天硕果累累，一是要靠你果树的品种和适合当地的各种各样的环境。如果就是像我似的想在院子里把各种各样的果树都种出来，都长出好的水果来，那反正要下一番功夫，而且也不一定会成功。我看看我能不能什么时候让杏结杏，然后山楂能有收获吧。其他的水果呢，可能还好，不管怎么样，多少会有收获的。这两样至今还没成功过。小马，过来，去哪儿呀？Maxim 最近给它喂狗粮，稍微增点量，现在肉眼可见的胖起来了。